好，我是小马。那今天的这一期可以当做是爱马仕 SA 吐槽大会的第二弹吧。那之前呢，小马曾经分享过一期视频，指出了爱马仕的个别 SA 对商品知识极其缺乏了解，会搞错包型或者是搞错颜色等等。那当时呢，也收到了很多粉丝的留言和私信，那跟小马分享了一些他们的 SA 做过的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那看来呢，天使 SA 总是相似的，但是离谱的 SA 却各有各的离谱。那今天呢，小马就跟大家来闲聊一些我所经历过的或者我所知道的离谱的 SA 的事例，来看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？那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离谱的事例哈，就是把惊喜变成惊吓。那相信所有的朋友都非常期待这样一条来自 SA 的短信吧，说让你尽快来店里一趟，有惊喜要给你。那一般呢，这样的短信就意味着 SA 总算拿到了你一直想要的包，或者至少是想 offer 一个还不错的包给你。那收到这样的短信呢，大家基本上都会快马加鞭，不远万里的赶到店里。但不幸的是呢，有一些朋友看到的不是惊喜，只是受到了惊吓。那比如呢，小马在之前的视频里就分享过自己的经历。那我的 SA 呢，告诉我来了一个 mini Kelly， 结果呢，我一看却是一个 Kelly Cado。还有呢，就是 SA 告诉我来了一个翡翠绿的包，结果呢却是一个透着一点绿色调的亚丝蓝。而我呢，还有粉丝朋友经历的还要更糟糕。那他虽然呢是居住在日本，却由于经常呢去上海出差，所以呢在上海的爱马仕店也开了账户，并且配了不少的货。那他跟上海的 SA 呢反复强调过，他只想要拿到一个 Birkin 的25厘米，那最好呢是金刚色或者是奶昔白的普皮。那 SA 呢也是答应的好好的。后来呢，有一天他在日本收到了这个 SA 的信息，说有一个大惊喜等着他，让他尽快来店里一趟。那他立刻订了飞上海的机票和酒店，马不停蹄地赶到店里。但当他满怀期望地拿到橘色的盒子，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一个深绿色的鳄鱼的康康。那他说自己那一刻真的是当场要气晕过去，因为他并不想要这只包，却只因为 SA 的一句有惊喜，就花了他高额的机票和酒店的费用，还有花了他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跑过来。那如果不买的话呢，就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。但如果买的话呢，不仅之前的配额会全部被用掉，鳄鱼皮的价格呢也比自己想的普皮要高得多，还没有那么的保值。那所以呢 SA 那次真的是把他给坑惨了。那他还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委婉拒绝了那只包，那自己认亏了。那我另外还听说的一个案例更是夸张， SA 说有惊喜，那结果呢，那个客人去店里一看，发现甚至都不是包，而是给他留了一只几十万人民币的钻石手表。那相信很多朋友都掉进过这种惊喜的陷阱。那气人的是，大家都不是住在爱马仕对门的，所以每次去店里都是大费周章的。但是提前追问 SA 到底是什么惊喜的话，对方也经常都保持神秘，不肯多说，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无奈。那第二个要讲的离谱的事例就是阴阳怪气，没有边界感。那这也是我从一个粉丝那里听来的案例。他原本呢有一个已经结交了2年多的 SA， 那虽然这个 SA 拿包的能力呢是比较一般的，但我的这个粉丝朋友呢，他也是懒得换人了，所以2年多来呢，大部分的时间买配货都是去找这个 SA 买的。那陆陆续续呢也是买了不少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他如果出差或者是旅游的话呢，也会在几家当地的爱马仕店购买。那后来有一次呢，由于他一直想要一个 mini Lindy， 等了非常久都没有拿到，所以呢他就追问了一下 SA， 半开玩笑的说，怎么 mini Lindy 也要等这么久啊？那没想到 SA 给他回复了一句，那再等等吧，我看你也不是只找我一个人买嘛，你可以去问问你其他店的 SA 嘛，那 mini Lindy 真的是很难拿到的。那这条之后，那对方又补了一条，那其实说真的，还是集中在同一家专柜买，拿包会更快哦。那关于这件事的，我的这个粉丝朋友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，那看到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太没有礼貌了，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能查到我在其他店的 SA 和配货的情况，但让人生气的是，明明我才是客人，那我找你买配货是看得起你，那我找别人买配货也是天经地义，你有包就说有包，没包就说没包，阴阳怪气的再说我脚踩几十船一样，还想让我只认准你一个人买，真的是太不专业了，而且非常的没有边界感。
那后来呢，我的这个粉丝朋友就觉得气不过嘛，就发邮件向爱马仕的总部举报了这个 SA。那这家门店的经理呢，才不得不出面来安慰他，然后并且给他更换了一个新的 SA， 并且 offer 了他一直想要的那个 mini Lindy， 这才平息了他的怒气。那接下来呢，要讲的是第3个离谱的事例，就是以积分会清零为由，强迫客人短期内完成配比拿包。那小马有一位粉丝曾经在苏州的爱马仕店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那他是呢想从专柜配一个 Barking 25的，但是由于他花钱比较谨慎，都是偶尔去店里看到真正喜欢的配货才会买的，所以配货的速度呢是非常慢的。那没想到配了快1年的时候， SA 突然告诉他说，如果1年内配不满的话呢，就拿不到包了，那积分满1年呢也会被清空，所以他必须在剩下的短时间内快速买够配额，否则之前的配货就等于白配了。那小马当时呢听到还是挺惊讶的，因为我虽然听说过爱马仕是有过这样规定的，但早已经被改过了。那我以为现在的积分都不会被清零了，但打听了一轮之后才发现，原来中国大陆地区各家门店的规矩都是会不一样的。那比如听说在上海、山东、苏州等地方的一些门店 SA 会跟客人说积分1年就清零，而其他地区的门店呢，有的是2年一清零，有的是3年一清零，而有的是永远不会清零。那所以呢，谨慎起见，朋友们配货之前先跟 SA 确认好他们的积分的规则是什么，那避免出现像我这位粉丝朋友一样的情况。那配了这么久的货，那等积分快清零了， SA 才告知规则，让人进退两难。那再分享第4个离谱的事情，是假装提交了愿望清单，却根本查无记录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如果你想要的包包暂时没有的话，你的 SA 呢应该要帮你填写愿望清单并且提交。那这个愿望清单呢，在很多门店都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，只要你有足够的消费记录，那等门店有你许愿包的时候，就会发邮件通知你去拿包。那明明呢其实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有些 SA 呢算盘打得太精了，他们并不想让你这么顺利的拿到包，而是想让你继续无休止的配货。那能不能拿到包由他们自己说了算。那这样的 SA 呢，可能假装帮你提交了愿望清单，却事实上根本没有提交，就让你一直空等。那小马呢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当时我有一位断断续续来往了3年的 SA 离职了，所以我被分配了一位新的 SA。 那我让新的 SA 呢帮我查了一下我的愿望清单上都有什么，查询结果是只有首饰啊、有陶器啊这些配货的，偏偏就没有我想要的包包。那愿望清单呢一般都会每年会更新1次，所以呢我原本以为我的 SA 是忘了提交了，但是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呢，他当初不仅给包非常的慢，还总是想推我买配货，所以可能是真的只是想一直吊着我而已。那我那3年的许愿包，可能他从来都没有帮我提交过吧。那最后呢，我要说的是，这个事情不算离谱，但是是挺少见的，就是暗示客人最近不要买配货。那前几个月前呢，有一个粉丝来跟我说，他的 SA 呢突然暗示他说，最近不要买很多配货哟，不妨休息一下，等过段时间再买。那这位粉丝呢百思不得其解，那他跟我聊天就跟我说， SA 一般只会追着我去买，那这次呢居然让我别买了，真的是太奇怪了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小马思考了一下，大胆猜测，原因可能有2个方面。那第一呢，SA 这个月的业绩已经完成了，眼看下个月也快到了，所以想让你等到下个月再去买，然后好计入新的业绩中去。那第二呢，可能是你最近配货太频繁了，配的越多呢，就催着它越紧，但是呢，他最近又实在拿不出你想要的包给你，所以呢，为了不让你失望，或者是跟他翻脸，就主动提出不要让你买配货了。那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哈，如果有朋友知道真实的原因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那好了，今天就是我跟大家随便闲谈的一些关于 SA 的离谱事件。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何呢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小马，我们下期见。